的奇妙。你羡慕他的情调，像傻羡慕诗的牢靠，是却享受不了风自由的怀抱。牛奶替代不了面包，就像哭替代不了笑，其实是虚荣戒不掉，才会忽略每个人不同的好。完美是一个目标，有谁能够全部做到？可知道谁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心事烦恼。这世界谁来决定？谁比谁好？谁更荣耀？说到底，自信最重要。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微笑。怎么关了？刚才明明还做生意的。暂停营业。老板，你知道他们为什么突然收摊吗？哦，我也不清楚。阿德只是说要休息一阵子，就匆匆忙忙收摊了。为什么那么匆忙？我不知道，他也没有交代什么。你到底跟他说了什么？我只是拿照片给他看，他也没有认出我。是我告诉他，照片里的小男孩是他的儿子。我说要带你去见他，他并没有反对。都是我不好，没跟你商量就擅自行动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我好像被人下了魔咒，每次谈恋爱，最终都是被男人抛弃。我怕我没有勇气再爱一次。看，像个木头人一样，一点感情都没有。我表演一次给你看，看着我眼睛。我好像给人下了魔咒一样，每次谈恋爱都被男人抛弃。我想，我没有勇气再爱一次。你才听一次对白就记住了，我背得要死要活，也不见得一字不漏的记住。哎呀，演戏要融入感情，要投入，对白再背得滚瓜烂熟也没有用的。你再表演一次给我看。什么啊？你在想什么啊？心不在焉的。你会不会觉得我很笨？那也不能怪你啊，毕竟演戏要有点天分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。我不是在说演戏，是关于世轩。什么事啊？我把他的妈妈吓跑了。世轩找到他妈妈了，可惜他因为一场车祸失忆，完全不认得他。我好心想安排他们母子相认，可是谁知道我把他吓走了。世轩知道你的安排吗？那时候我只是在想，应该让他知道他们的关系，没想过要跟世轩商量啊。你不是笨，你是自作聪明。你还笑？世轩现在很难过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把人家妈妈弄丢了，就想办法找回来啊！你以为我不想啊？可是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，去哪里找？而且啊，他的面摊关了，不做生意了。你又不是没有嘴巴，到咖啡店去找就行了。姨婆已经出院了，太好了！真是感谢菩萨保佑，现在要去观音庙还神了。妈，我跟你去。吴德的老婆平时很少跟人交谈，吴德就比较喜欢喝2杯，喝酒的时候话就多一点。你
你知道他们住在哪里吗？听吴德说，好像是住在结霜桥，大概是29，哎，不对，又好像是23，那住几楼你知道吗？这个我就不知道。阿姨，我找到你很辛苦啊。那天不是说好我们去找你，为什么不等我们？我真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，你不要再来找我了。难道你不想跟你孩子相认吗？我现在连面摊都不想做了，就是不希望你们破坏我的生活。我真的过得很好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好吗？哎，等一下，这是我的手机号码，你有什么事可以联络我。阿姨，你收下吧，我放在这里。怎么又在看那个照片呢？他真的是我的儿子吗？来，喝咖啡。好，我自己来。谢谢。好，姨婆，你身体好点了吧？好啦，谢谢你们来看我。来，心瑜，姨婆，我别这样，姨婆不怪你，不用担心。来，喝咖啡。姨婆，这是一点小意思，请你收下。不行，哎呀，我的医药费你已经帮我付了，我怎么可以再拿你的钱呢？不行，你就收下吧，要不然的话我会过意不去的。哎呀，我都说不收了，你们来看我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不可以，不收。姨婆，你应该收下了。哎呀，妈，你为什么不收下呢？这是你应得的。不准收，还给江师傅。不要紧了。这么点钱就想堵住我嘴巴？阿成，妈，你差点被他们两父女给毒死了。阿成啊，我们希望你收下支票以后呢，能够销案，不要起诉我们。你还去告人家？哎呀，你搞这么多事做什么啊？妈，你现在没事，谁能担保你以后没事呢？万一有什么后遗症怎么办？我收下这笔钱也能以防万一啊。那，你还会告我们吗？阿成，我跟他们呐，怎么说也是亲戚一场，我不想为了这件事搞上法庭啊。阿成，那好吧，那我就不再跟他们追究这件事情了。那你记得去销案啊。江师傅，老板娘，要不是姨婆帮忙说话，我看那个阿成没有那么轻易罢休啊。姨婆还不是看在我的份上，幸好我平时对她也不错，我只是心痛那5000块钱，就这样白白的不见。算了，就当这是破财挡灾了。妈，你不要担心，那些钱我以后一定会还给你的。现在不单单是钱的问题啊，我绝对不允许你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啊！我的招牌啊，差一点给你拆了。知道了，你以为我不怕？这几天我都担心的睡不着觉。现在终于雨过天晴了，我今晚可以好好的睡觉了。心瑜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闯了这么大的祸，马上又可以不当一回事啊！安霞，请你吃。哎，谢谢啊！哇，好香的炸鸡啊！这个送给你。为什么送我礼物啊？本小姐今天心情好。什么事啊？很久没有看到你那么开心了。好事。哎，静静答应让你们还原啊？要是是的话，我早就开心的飞上天了，还会回到店里。哦，那我猜不到了。阿成已经答应销案了，答应不再追究这件事。最近看到你爸爸跟你呀愁眉苦脸啊，我真的很难受啊。谢天谢地啊，终于没事了。哎呀，安霞，这段日子，谢谢你不断的鼓励我，要不是的话，我恐怕已经支持不了了。喂，你没事吧？
谢谢。你突然间跟我说这种话，就有点不习惯。哪里啊？啊，这里。谢谢。阿祥，找来找去，原来那个人就在我们的眼前呐！真是怎么到现在才发现呢？什么人呢？安祥啦，要是早一点发现，我就不必走那么多冤枉路，还到处托人家帮新宇安排相亲。你在说什么？我看我们两个是被他们两个蒙在鼓里。坦白说，安祥虽然是穷了一点，不过他胜在人品好，人格好，又可以帮你。说不定以后啊，我们可以把这间店铺啊交给他打理，真是一举两得啊！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安祥跟信宇啊，两个又不是什么电影明星，好学不学，学人家搞什么地下情，这么神秘。你看，一前一后，掩人耳目。爸爸，我出去一下，很快就回来啊。安祥，转一圈我看看。今天我们就早一点收工，下班后啊，到我们家吃晚餐啊。哦，谢谢。我看看你手，哎，够厚。哎呦，会2个孩子。最重要，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微笑。这世界谁来决定？谁比谁好？谁更荣耀？最近公司接到一些外国商家的汇报，怀疑我们代理的 Pensionil 止痛药具有很严重的副作用。Vino 一向来对代理的药物要求很高，所以我们一定很慎重地对待这个问题。副作用的症状是什么？根据报告，有一部分病人出现血管栓塞的现象，另外有一部分病人出现皮下出血的现象，也怀疑是Pensionil造成的。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跟我们这支药物有关，可是有关方面已经介入调查，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。Pensionil 引进公司多久了？将近1年半，主要销售海外市场。Pensionil 已经通过美国的 FDA 检验，不可能有问题吧？那 Pensionil 是哪家药厂生产的呢？美国的 Antonio & Tobin。他在美国面试多久了？在美国大概2、3年了。你有没有办法估计现在存货量是多少？存货量估计有10几万盒吧。马上通知代理商，收回所有的 Pensionil。你确定要这么做？有问题吗？公司将会承受很大的损失。钱损失无所谓，我最担心的是名誉损失。我不希望我们的顾客对我们的品牌失去信心。可是，究竟是不是我们的药物所导致的副作用，连我们自己也不清楚。我想还是等详细报告出来后再做个决定也不迟。我同意世轩的做法。顾客一旦对我们的品牌失去信心，公司就很难再重建声誉。事不宜迟，马上通知所有商家，即刻停止售卖，全面回收。我明白。还有，马上停止引进这支药物。会的。放心吧，我会再跟厂家联络的。世轩，新慧，嗨，好久不见了。你来了很久吗？你为什么不是先通知我呢？反正今天没通告，你忙你的，我等你。我先去忙我的。好。你等我一下 ，Shirley， 你帮我调查 Antonio & Tobin 药厂的背景，还有你帮我准备一份 Pensionil 止痛药的详细资料。OK， 好。Pensionil 止痛药的副作用已经引起了注意。Vino 已经开了会，已经决定把国内外几10万盒全面回收。明是请怎么3000，
入口公司是 Vino， 要负责任的，知道了。担心什么？我还以为可以多捞他们1年半载，没想到事情那么快就爆开了。还有其他机会，不用担心。我知道秦世轩已经开始对我起疑了，毫无证据的，他能拿你怎么样 ？M 计划即刻启动。你那里进行怎么样？没问题，我全部安排好了。按照原定计划，直接从美国进口到指定国家，但是不要经过新加坡。我不想引起世轩的注意。OK， 我一定要在我离开之前，狠狠地捞他们一笔。刚才吃饭到现在，你一直没说话，你到底烦什么？没什么。不说我也知道，你已经够烦了，我还给你制造烦恼。不关你的事啊。怎么不关我的事？都是我不好，做事没经过大脑，想做就做，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后果。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是在烦公司的事。我知道你这么说，只是不想让我更难受。其实我已经打听到他。对不起。喂 ，Shelly 啊，怎么样？好，你把资料放在我桌上，我马上回来。怎么了？公司出了些事情，我马上要赶回去。那你先回去吧，我自己走就行了。好吧，我先走了。叫你走，你还真的走，还说不是生我的气。彼此心最重要，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微笑。这世界谁来决定，谁比谁好，谁更荣耀？说到彼此心最重要，只有自己。哎呦，汕头不是这样切啦。你去给我开罐鲍鱼哈。在煮什么？哎，你来了正好，快来帮忙，快！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啊？还要开鲍鱼？当然是特别的日子了，我还邀请了一位特别嘉宾。谁啊？安祥。安祥很特别吗？那么丰富的一餐，有没有叫小弟回来？有啊，他说今晚要彩排。待会儿啊，千万不要告诉你爸，免得他又生气。哦，妈，罐头开好了，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帮我洗洗碗吧。新宇啊，帮我切切红萝卜。哦，你希望我来切？你哪会切菜呀？你每次都切到手。我最近上了几集烹饪节目，已经很熟练了。是吗？切得不错啦，没有切到手。星宇，你最近怎么了？变得笨手笨脚，真是越胖越忙。安祥，吃多一点啊！不要客气啊，谢谢。安祥，你来新加坡工作那么多年，有没有想到要回马来西亚发展呢？都在这里工作了这么多年，暂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。那你家里还有什么亲人呢？我爸妈很早就去世了，从小是由我奶奶一手带大的。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啊？妈，你问这么多干什么？你在调查户口啊？反正迟早都是一家人。哦，我是说，我们应该把员工啊当成是一家人。对呀，安祥在我们店里做了那么多年，我从来都没有把他当外人呐。哎，来，安祥，谢谢。好。新慧，别只吃菜呀，你不是最喜欢吃阿三虾吗？你肠胃不好，我帮你吃。新慧啊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有点胀风。哦，那明天我从店里带些药回来给你吃了。新宇啊，你干嘛吃那么多阿三虾呀？你受得了吗？我最近在学吃辣，我看一篇报道说吃辣可以帮助减肥，促进血液循环。你什么时候那么爱美了？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吗？对啊，妈，你多吃点，说不定可以年轻10年。安祥，听说你有一个要好的女朋友啊？
已经分手了。哎呀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嘛，不要灰心。世界上有很多好女孩，也许就在眼前。妈，你想替安祥做媒啊？最近啊，我发现安祥的人呐、真的是不错呀、为人老实，有责任感，刻苦耐劳，谦虚好学。妈，他在店里做了那么多年，你最近才发现他的优点。看来今年有希望加薪了。别开玩笑。没错，有一些事情我真的是最近才发现。什么事情啊？都是你了，害我走了那么多冤枉路。关我什么事啊？安祥啊，你有空啊就约星宇出去走一走嘛。啊？干嘛出去走走？年轻人怕多，不是都喜欢看个电影了，逛逛街走一走了。妈，你是在发烧啊？你不要不好意思了，你们俩在一起的事我已经都知道了。妈，我跟安祥是不可能的。哎，老板娘，我跟你是误会了。好心你们呐，又不是什么电影明星，怕拖就怕拖，没什么隐瞒，又不是见不得人的。再说啊，我也不会反对你们俩交往。妈，不要再说了，就让人家好好吃顿饭，弄到现在那么尴尬。我也是为他们好啊，吃饭要趁热吃，怕拖也是一样啊，不能拖太久，要趁热。是啊，再拖下去，饭都冷了，都吃不下去。年轻人的事，让他们自由发展吧。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安祥，刚才你吃不多，这个饿的时候可以吃。谢谢你的关心啊。是妈特地吩咐的。哦，真好笑啊！你妈怎么误会我跟幸慧呢？妈有时候喜欢捕风捉影，反应过度，你不要介意。不会，我只是觉得有点措手不及，搞到大家都有点尴尬。还好我跟幸慧现在比较熟，所以无所谓。人生也常这样，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，让人来不及反应。刚才要是同一场戏，同样的内容，要是在你们身份对调之前，不知道会有怎么样的结局啊？安祥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是好朋友，现在是，我相信以后也一样。你最近很少来药店了啊？最近忙着拍戏。你一整晚啊，说的话没几句，是不是有点心事啊？碰到一些烦恼。什么烦恼啊？你怎么了？没什么事了。你不是一直说我们是好朋友吗？你以前一有心事，你一定会告诉我的。我真的很希望我们能像以前一样无拘无束的聊天。很迟了，我还要回家背剧本。晚安。怎么了？安祥跟你示爱啦？我说什么？你要不要照照镜子？你的脸比我的脸还要难看。哎呀，妈也真是的，怎么会以为我跟安祥交往？我看刚才安祥都尴尬的吃不下饭了。我也没想到妈会撮合你们两个。哎 ，I'm sorry， 她要撮合的是你们两个，不是我。安祥有没有针对刚才的事情向你解释啊？一点点咯。我看他时不时的望着你，他一定担心你误会了。哎呀，如果我们身份没有对调的话，我看他今晚肯定开心的睡不着觉。我已经跟他表明了，我一直把他当成是好朋友。其实他应该早就知道你的心早就被视线偷走了。老实说，换成是以前，你会接受妈的安排吗？哇，怎么了？心事重重的。我是担心明天的录影啊。拍戏罢了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
新慧，我真的很担心我演不好，拖累大家，而且明天那场感情戏很难演呢。大不了我就牺牲一点时间，我陪你去，有我在，你就不必担心了。好啊。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微笑。这世界谁来决定？谁比谁好？谁更荣耀？镜头以那边做背景，慢慢推进2个人。谢谢。这场戏是说艾琳感情再度受到伤害，对曾军感到失望。你放轻松一点，最主要是抓对情绪。哎，有时候我下眼泪的时候会有这个。导演，原 Alice 的特约不能来了，她扭伤了脚。这场戏没有他拍不成，有没有办法找人家顶替？临时要找到好的特约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就算找到了，也要1-2个小时。我已经没有期了，拍不完的话就赶不了出街了。导演，我看过剧本，这个角色就1场戏，能不能让我试试看？你是谁啊？她是我姐。他行吗？行的，你试了就知道。OK， 你的台词看一下剧本。我已经背下来了。大家准备。Roll tape and action。相信我，艾琳，让我照顾你一辈子。虽然我没有高薪的职位，也没有史蒂文那样的家庭背景，但是我有一颗爱你的心。郑钧，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男人。臭男人，你对得起我？他是谁？我是他的女人。我不认识你。当初你追求我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过什么？现在才甩掉我，就说不认识我？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被人设计了。你问你这么说，他会相信你吗？神经病！艾琳，我们走。你就想甩掉我？当初你口口声声说你爱我，会照顾我一辈子，甚至不嫌弃我丑。现在我为你付出一切，你却这样子对我。说到底，你根本就是看上我的钱。你把钱还给我！你把钱还给我！你放开！你把钱还给我！艾琳！看 ，Good take。你第一次演戏吗？算第一次吧。不错不错，第一次演戏就可以收放自如。刚才我自作主张接了一句，甚至不嫌弃我丑 ，OK 吗？没问题，符合需要。因为我觉得你剧中的角色应该不会像我这么丑。这不是问题，你真的演得不错。我下一部戏有一个角色很适合你演，记得来试镜。谢谢导演。噔噔，你叫那么多啊？待会儿安祥会来，你也把他叫来啦？是啊，难得今天开心嘛。什么事那么开心啊？我今天客串了一场戏，赚了50块钱呢。导演还说我演得很好，下一部有一个角色让我去试镜。你去试镜啊？那就好好恭喜你了。快点吃啊！好。以前呢，不管我怎么努力，大家都说我是以外表取胜。今天我终于可以证明我自己的实力了。我一直都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演员，演技自然，说哭就哭。我就缺乏这个演技细胞。各有所长嘛，你在重要方面的天分，我这辈子也别想跟得上。你是没兴趣，以你的天分，你想学也没有问题的。这样抬举我。看到你们2姐妹啊那么融洽，我真替你们开心。我从小就立志要当一名出色的演员，可是现在，姐啊，我对茶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勉强待在店里面也是浪费时间。我想出去找份工作。新慧啊，这些日子委屈你了，不过我相信金星一定会帮我还原的。也不知道等多久，反正我已经想通了，与其这样子，不如活得开心一点。你能不能再忍多2个月，帮我考完试？要不然我要等到明年才可以参加考试了。我连最基本的草药知识都不知道，我怎么帮你考试啊？结果还不是一样，你明年还是得重考的。你行的，你记忆力那么好，就当做背剧本吧。啊？难不倒你的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要我接这场戏也不是不行，你打算付我多少演员费？
妈熬汤的时候经常都放这个，叫什么香烛的，对吧？叫玉竹。对对，玉竹。什么功效？我妈说可以滋润养颜，对吧？它主要的功效呢，就是养阴、润燥、止渴。这是泡参，我拍戏熬夜的时候经常都喝它。泡参可以降火气。泡参主要的功效呢，就是养阴、清肺、化痰、止渴。这个不认识它。这叫淮山，是一种山药。它主要的功效呢，就是健脾、补肺、益肾。这个我最熟，我妈每次煮菊花的时候都放枸杞，她说对眼睛有帮助。没错，枸杞本身有明目的功效，放心吧，也很快就会上手的。那当然了，我老爸可说是小有名气的中医师，我怎么可能没有遗传到他的优良基因呢？那好，优良基因把所有的药材混合在一起，就是泡参补元汤，你知道吗？知道有补气提神的功效吗？知道呢，就帮我把这些药材包起来，来，再准备多9包。喂，这是你工作。我现在义务当你老师啊，你也是有责任帮我减轻我的负担，要不然我哪有什么时间准备其他药材啊？哪有老师欺负学生的？别玩了，浪费了。真的要包吗？那再打情骂俏，还打死不承认啊！放手还我自由，过去别再保留，现在大叔遗忘，将丢弃他命的星球，事业由我掌握，对准整个宇宙，哪里适合漂泊，跳跃平凡，超越自我。愿我指引我生命幸福的角落，夜空洋溢一道新彩虹。世界究竟还少了些什么？为何痛苦的人还是那么多？是否有地方能容得下我？你说我堕落，其实我只想要找个解脱。难道快乐的人都属于上世纪末？这世界只有一问，充满疑惑。我要打造积极修补地球的脸孔，没有仇恨，没有战争，只有和平的生活。小心啊！没事没事。爸，你这样怎么还可以继续走？先找个地方休息吧。哎，我自己来嘛。还是由我帮你吧。我很痛啊！我扭伤啊！你那么用力戳，当然痛啦。我又不知道不可以用力戳，你有没有教我？你最好不要跟人家说你是中医师的孩子，这么基本的常识都不懂，真丢脸。不懂就要学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丢脸的。这样的力道行吗？再轻一点，再轻一点。这样应该可以了吧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练歌？你几天没回家，又不在学校，一猜就知道你会来这种不三不四的地方。爸，什么不三不四？我们是在练歌。练歌练到忘记自己的家里在哪里呀？又不是没地方给你住，整天赖在人家的家里，你不会不好意思啊？我们只是暂时住而已啊。现在是比赛的关键时刻，分秒必争，我们住在一起比较方便练歌吗？读书又不见你那么用功，是你平时没有看到而已啊。你已经长大了，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了。
爸，你终于想通了。我还是要告诉你啊，你决定要做一样事情，一定要全力以赴做到最好，决战到底。爸，您放心，我会努力的。说到底，自信最重要，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微笑。这世界谁来决定？谁比谁好？谁更荣耀？说到底，自信。我已经详细调查过 Antonio and Tobel 药厂的资料，是不是有问题？这家药厂成立不到3年，他们的药品大部分是外销国外。他们在国内的声誉不是很好，而且曾经被顾客投诉过，也接到卫生局的警告书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根据他们成立的时间和董事局成员，我很肯定这家公司的前身就是 Russell Meyer， 就是3年前闹出制造假药被吊销执照的那家。没错。这家药厂关闭之后，他们改头换面，重新注册了新的公司。汉生怎么那么疏忽，没调查清楚药厂的背景就贸贸然代理他们的产品？Pensionel 根本没有在美国面试，当然也不可能经过 FDA 的检验。你肯定公司收到的那些证书是伪造的？我在 FDA 根本查不到 Pensionel 的资料。可是汉生他可能是一时疏忽，没有想到药厂会伪造检验报告。公司对代理的药品向来很慎重，没有声誉的药厂和药品，我们多数不会考虑的。所以第2个可能性就是汉生完全都知道。嗨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做运动了。你不会怀疑我约你来是有目的的吧？怎么会呢？只不过以前我们是朋友，现在就是我老板，感觉上有一点不自然。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不是吗？跟老板再要好，始终还是要保持一段距离。跟朋友就不同了，那种感觉很舒服，可以无所不谈。现在已经是下班时间了，你不需要那么拘谨啊。在公司上，难免会有意见相左的时候。下班了，我们还是好朋友啊。这当然了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是怎么成为好朋友的呢？你在考我记忆吗？记得在小六数学测验的时候，从你的桌子上掉下来一张纸，纸张上全都写满了方程式。后来被老师发现了，你根本都没有勇气去承认。我是因为把你当成是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，所以我帮你扛了下来。我还被老师记了一个大过呢。别再谈陈年往事了，时间过了那么久，你不是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吧？年轻的时候，有谁没有犯过错误的？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很笨，在那个时候，我为什么要包庇你呢？如果是换成现在，我绝对不会做出那么愚蠢的事。好啊。哇，你长得好漂亮，好喜欢，谢谢你。我要帮我签。你昨天戏我们都有看了，我们超支持你的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终于拿到签名。怎么不先打个电话给我就来了？你忘了我喜欢让人惊喜吗？等了很久吗？等你的时间很快就过了。那万一今天没拍戏，你不是白走一趟？这叫做心灵感应。我知道你一定会在电视台的。感应？我看是 Anna 出卖我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你了，所以只好向他求救啊。我以为你还在生我的气，所以不敢去找你。傻瓜，生什么气呢？我不是跟你说过最近公司发生了一些事情吗？你啊，连个电话都没有，害我担心死了。喜欢吗？怪不得人家说恋爱的感觉是很甜蜜的。我现在就好像把整瓶的蜜糖吞下去，连口水都是甜甜的。
新慧啊，你想吃什么？蜜糖。啊？我是说，我想喝蜜糖。哦。我就是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拜拜。世轩停车。怎么了？新慧。世轩，不如我们先去个地方。新慧啊，你还没有告诉我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待会儿你就知道啦。这是谁的家？妈，进来再说吧。你们坐，我倒水给你们喝。不用了，你也坐啊。你是不是想起了什么？没关系，慢慢想，一定能想起来的。我为什么会离开你们呢？那时候我还小，确实的原因不是很清楚。是爸送你进疗养院的。我记得那一天是你的生日，我采了一朵莲花送给你，却看到你上车离开了。我一边哭一边喊着追你，你还回头看我，你还记得这件事情吗？后来呢？后来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离开了疗养院，就没有人知道你去了哪里了。你在疗养院住了一段日子，有没有印象？我一点印象也没有。你离开后，爸试了各种途径来找你，而且最近还去了你的面摊。是吗？这就是爸，你记得吗？或许你再想一想，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以告诉范毅的？有，我很喜欢吃豆腐汤、四川菜，还有咸鱼头。你常常煮给我吃的，你还记得吗？还有一件事情啊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？哦，放下，放下，快点，快点！我的风筝，我上去拿风筝。哎，世轩，很危险的。可是我的风筝，我要去拿风筝。哎，世轩，你在这里等我，妈妈帮你拿。妈，小心点啊！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风筝。妈给你买了新的风筝，我已经有了。这个已经破了。妈为了拿这个风筝受了伤，我要这个，我不要新的。好，妈妈帮你修补。好啊。太阳哇！我帮你画。好啊。那个时候你从树上掉了下来，你擦伤了这里，还擦伤了这里，还扭伤了脚。我一点印象也没有，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，不记得了，我的头很痛，不要再想了。你仔细想一想，你一定能想起来的。我的头真的很痛，不要再逼我了，不要再逼我了。
中，原来太理智只会让自己更伤痛。我知道没有用，心会盲目跟从，就像停不下来的时钟。